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产检那天，我刚准备叫老公李嘉年陪我去，婆婆李温却说肚子疼，让老公陪她。婆婆认为我的孩子与她生肖相冲，把我推倒流产了。那天婆婆和老公却去吃了烤肉，并配文人逢喜事精神爽。可是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婆婆李温一大早就对我出言不逊，真是反了，你个贱人！她泼了我一身冷水，我回敬她一裙子牛奶。我的老公李嘉年听到他妈刺耳的尖叫，就立马从卧室冲到了客厅，两只拖鞋都穿反了，西装的扣子也没来得及扣好。他气都没喘匀，就立马拉着他妈的手，慌慌张张地帮他用纸巾擦裙子上的奶渍，而我身上的冷水从胸前滑落到裙边，狠狠砸上脚背。李温就像一个被恶婆婆欺负的小媳妇，一把扑到李嘉年怀里哭起来。妈妈早上有点肚子疼，想让你在家照顾我，可林一不让。她在老公看不到的视线里挑衅地看了我一眼，可真会恶人先告状。我面无表情，指了指盖在我隆起腹部上的湿裙子。今天是我产检建档的日子，这么多手续，你让我一个人上蹿下跳。可是孕检也不一定要丈夫陪同，有些还是单亲妈妈呢。李嘉年满不在乎地说，顺手给他妈妈揉了揉肚子。哦，那我就当你死了吧。我冷漠地转身回到了房间，关上门的瞬间还听到了李温在骂我，林一，谁允许你这样咒我儿子？你才死了，你全家都死了。不知道这个全家包不包括骂他自己。婆婆虽然是个念过书的人，但她的很多言行真的和有文化沾不上边。这个孩子活在我肚子里都是一个奇迹。我们的卧室在李温的隔壁，她担心他儿子精力太过旺盛，早上不敲门就直接进来假装拿东西，还大声提醒儿子别忘记早上6点半和她一起相约的晨跑。也不知是因为她丈夫与她分居，还是对儿子抱有什么幻想，我居然发现她晚上在门背后偷听偷看我们洗澡。我跟李嘉年提起过这个事，但他总是不以为然。这可是我妈爱，她和你一样都是女的，有什么好看的？那你和你爸都是男的，他又有什么好看的？就在我刚准备出门做产检的前5分钟，婆婆说自己肚子更疼了，要和我一起去医院。李嘉年让我去开车，他要坐后座给他妈揉肚子。我甩出之前跟医生的聊天记录，医生特别关照，孕期前3个月不宜长时间开车，尤其是要路经一些颠簸路段。我叫了车，没想到李嘉年和李温还死皮赖脸地蹭了我叫的网约车。我坐前排，他俩坐后排。司机悄悄在我旁边说，我今早送了好几对夫妻去产检了，年龄相差这么大的还是第一次见。看来是李温装模作样扶着肚子，哎呦直叫唤。李嘉年给他按摩的场景被司机误会了，那男的是我老公。我悠悠回复了司机一句，直到开到医院，司机都在没有说一句话。也许是信息量太大震惊了他，他可没见过原配和小三如此和谐的场面。到了产检部，我看到等候厅里都是成双成对的夫妻在一起，大多都是妻子找了一个舒服的位置坐好，丈夫忙前忙后地跑着拿号咨询医生的流程。刚坐下，我就开始剧烈头疼腹痛起来。到了医院之后，李嘉年就带着他妈去了急诊科。我给李嘉年打电话，你们好了没有？
你现在能不能过来？电话那头的李嘉年很不耐烦。我妈食物中毒了，今天的土豆泥是发芽的马铃薯做的，还好催吐出来了。我妈说要再做一做全身体检，我没空过来找你。我现在很难受，几个字还没说出口，李嘉年就把电话挂了。我人妈了，李温今早做的土豆泥，她几乎全部给我吃了呀。估计是我年轻，没她发作那么快。我浑身都在冒虚汗，全身都疼得厉害，嘴唇没有血色，脸也白得像个僵尸。我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在我睁开眼睛前，我听到了有人在我耳边说话，要不是坐在他旁边的夫妻赶紧叫了医生，这孩子都保不住了。是一名护士的声音。小姐姐听起来义愤填膺，早上见她吃了发芽马铃薯做的土豆泥，没见她有事啊，反而我妈只吃了一口就发作了。李嘉年试图和护士辩论，年年啊，那马铃薯也就发了一点芽，妈妈觉得依依年轻，应该没事的，都怪妈妈。李温的声音居然还带了点哭腔，她是没事了。猫哭耗子假慈悲，好了妈，哪能怪你呢？你一直勤俭持家，不喜欢铺张浪费罢了。我抬起一点眼皮，看到了李嘉年正轻轻拍着李温的背，安抚他的情绪。我咳嗽了几声，打断了他们的母子情深。李嘉年见我睁开了眼睛，赶紧收拾起我床头柜旁边的药品水杯。依依，你醒了呀？那我们可以出院了。不愧是年轻人，身体恢复就是快。我们现在一起回去的话，嘉年还能顺路送我去美容院。李温也在一旁帮腔。原来是李嘉年觉得早上网约车司机开那段颠簸的路用力太猛，让他妈不舒服，就自己先打车回家，再把自家车开过来了。这时给我拿药的护士小姐姐过来，刚好听到了他们在叫我回家。她赶紧阻拦李嘉年收拾我东西的行为，替我伸张正义。这位女士和她肚子里的孩子都要体检，万一出了问题，我们还怕你们来医闹呢。我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虽然没有刚刚剧烈的疼痛，但还是觉得四肢软绵绵的。护士说最好在住院观察几天，住院的手续我自己办的，住院的费用我自己交的。李嘉年送李温去做美容了，护士小姐姐叫沈秀，她趁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来找我说了几句话。她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给我，沈宇，我亲哥，最擅长打离婚官司，如果今后你用得着，可以找他。我在医院里见到太多妈宝男了，我看你的籍贯不是这边人，你还是远嫁的吧。沈秀的眼睛里泛起一丝心疼，亲戚朋友都不在这里，还遇到这么一不靠谱老公和婆婆。我接过沈宇的名片，对沈秀笑了笑，谢谢关心，有需要我会找他。沈秀前脚刚走，李嘉年就来了。我原本以为他会给我送一些安神保胎的东西，结果给我带了一堆热性食物，这不是促进我流产的节奏吗？我下意识地护住了自己的肚子。林一，我妈说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和他的属相相冲，不吉利。之前你又食物中毒了，也不健康，反正我们还年轻，还能要。李嘉年主动倒了杯水给我，我喝了一口，竟然是咖啡。李嘉年，你知不知道咖啡这种刺激性的容易造成流产？我赶紧吐出咖啡，伸手拿过了我的水杯漱口。我这不是想让你减少点流产痛苦，促进一下吗？李嘉年双手抱胸，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所以食物中毒也是你们设的局，对吗？你们早就想打掉这个孩子，对吗？我咬牙切齿地从嘴里蹦出这几句话，我努力支撑着自己坐起来，
扬起手，刚准备扇他一巴掌，结果刚抬起的手就被冲过来的李温抓紧了。李温边暗暗用力把指甲掐进我的肉里，边一把将我从床上拖起来，骂道：“泼妇！谁准你打我儿子？”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好，脚下软绵绵的，没有力气。我试图伸手去抓紧病床的栏杆支撑自己，结果李温在我背后用力一推，我的脑袋撞在了栏杆上，人一瞬间跌坐在了地上，小腹一沉，一股温热从我体内流出。沈秀听到病房里的动静，赶紧开门来看，她见到披头散发，目光无神，捂着小腹跌坐在地，脸色惨白的，我都吓到了。怎么回事？一直都好的，怎么就见红了？我正要回答，李嘉年在一旁抢先说了，他刚刚急着下床去洗手间，我妈原本要去扶他一把，没想到他自己把自己摔了。李温这个罪魁祸首也在一旁附和，是啊，我这媳妇平时干活就毛手毛脚的，这下可好，孩子都可能被折腾没了。我从他故作焦急的语气里听出了一丝兴奋。你们家属赶紧去缴费保胎吧，林一这里我来照料。沈秀赶走了这对母子，将我扶回了床上。我摸着额头鼓起的大包，看着手腕上被李温掐出鲜红印子的皮肉，浓浓的恨意涌上心头。我从衣服口袋里摸出沈宇的名片，加了他的微信。你好，沈律师，我想打离婚官司。在等待沈宇通过好友信息的时候，我刷起了朋友圈，结果看到李温馨发了一条和李嘉年去吃烤肉的朋友圈，还配文：人逢喜事精神爽。医生说，我的身体在这次意外流产后有些损伤，以后能不能再次有孩子，全看恢复和造化了。当初我真的是被猪油蒙了心，才相信李温和李嘉年的鬼话，独身一人远嫁到外省。我摸了摸平坦下去的肚子，泪水终于忍不住从眼角滑落。宝宝，妈妈对不住你，我一定要为你讨回公道。我在医院住院的这1个礼拜，李温和李嘉年一次都没来过，反而是要帮我打离婚官司的沈宇来看过我几次。我暗中找了个坑蒙拐骗的神婆。李温平日里最爱听一些封建迷信的话，导致害死了我的孩子。正是离婚之前，我还不能让他们那么舒服，那么我就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神婆在李温买菜回来的路上叫住了他：这位女士，看你的面相，最近有血光之灾啊，你家是不是意外掉了一个孩子？神婆的面色凝重，颇具担忧的神情把李温都吓了一跳。李温可不敢说自己是害死孩子的罪魁祸首，只敢小心点头。我那媳妇自己不当心，孩子掉了。神婆还向李温说了很多我怀孕期间的事情，当然这都是我事先准备好的说辞。这样一来，让李温对这个神婆更加不敢起疑心了。他反而死死抓牢了神婆的手，哀求道：大师，求求你帮我家破除这血光之灾吧，你媳妇刚留了这个婴灵，你家要好好伺候你媳妇坐月子，否则会有大的祸事。神婆说完就走了，顺手给我发了个微信：搞定。我立马给神婆赚了1万块钱，说只要她配合好，我还有奖励给她。果不出神婆所料，不到1个小时，李嘉年就开车带着李温来接我回去了。李温一改之前嚣张跋扈的态度，反而小心翼翼地伺候我换衣穿鞋下床。李嘉年估计也从李温那里听到了神婆的提醒，也开始讨好我。依依，我们在家里买了你最爱吃的牛排和虾，这么几天你在医院受累了，还是神婆的话管用。我在医院这几天也没见你俩来看我一次，
还是沈秀和沈宇给我带的饭。我知道李温也会开车，故意拉着李嘉年坐在后排。老公，我肚子疼，你赶紧给我揉揉。我从反光镜中看到了李温紧皱的眉头和握着方向盘的发白指尖，隐忍却不好发作。我还故意做精附体，不是这边，是左边，上面一点啊，不对，是右边。李嘉年被我折腾得够呛，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渗出。谁叫你下手没轻没重，你弄疼我了。我还故意大声嚷嚷，用指甲的前端在他的手臂上掐出了几道红印，力道不比李温留在我手上的轻。也许是我掐李嘉年的时候，李温看到了，或者是有心电感应，他居然还闯了一个红灯，罚钱200元，扣6分。回到家后，我把东西一扔，就坐沙发上斜歪着看手机。若是放到以前，李温非得拉着我去厨房摘菜打扫卫生，而他自己会找一些借口，例如剪指甲，而这金贵的指甲还非得等我把烂菜叶和青虫全部清理干净了才剪好。李温到了厨房，原本习以为常地叫了一声林一，但我只是换了个姿势重新躺好，顺便充满悲伤地朝厨房说了一句：我可怜的孩子哎！李温立马闭嘴了，只叫了李嘉年帮他端菜上桌，而我便慢悠悠地坐在了最靠近牛排大虾的那一侧。李嘉年习惯性地往盘子里装了一块牛排，切成小块，也习惯性地挑选了几只大虾包了起来。而我趁着李温去接他儿子的劳动成果之前，把那个盘子放到自己面前享用了起来。我咬了一口虾，故意说这虾肉有点酸，还把我吃剩下的那段虾扔进了李嘉年的盘子里。李温不是最喜欢让他的儿子吃他的剩饭吗？李嘉年每次就和他的一个垃圾桶一样。我又咬了一大口牛排，这块牛排味道好，妈，你快尝尝。然后就把牛排呈抛物线扔进了李温的碗里。每次看到他俩变了脸色，我的心里就有强烈的快感，就是想看你讨厌我，又拿我没办法的样子。我就每天用那句“哎呦，我可怜的孩子啊”来提醒他们神婆说的血光之灾，使唤他俩伺候我烧饭、打洗脚水、叠被铺床、拿快递。当然这一切只是开始。我在我和李嘉年的房间装了隐蔽的摄像头，藏在一个玩偶的肚子里。我给神婆指派了新任务，让她去对李温说，想要破除血光之灾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再有一个孙子。但也让神婆提醒李温，我流掉了孩子，可能无法再有了。神婆照做了，还把他和李温的聊天记录发送给了我。我看到李温回复了一句：我在医院看到了他的报告，他可能无法再有孩子了，那也就没必要让我儿子在他身上浪费时间。神婆回复：那可不行，还是要在他们夫妻的卧室才行。李温不是笨蛋，神婆只给了他1个月的时间，与其被离婚冷静期耽误时间，他不如先斩后奏，让他儿子先找好女人。但令我没想到的是，李嘉年居然比他妈妈的下手速度还快。神婆刚给我发完和李温的聊天记录，沈秀就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居然是李嘉年带着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去妇产科做产检。照片上他俩依偎的样子像极了新婚夫妇。沈秀给我发了一连串感叹号，但沈秀不愧是律师沈宇的妹妹，脑子立马转过来了。姐，这可是婚内出轨。我暗暗保存下了照片。最近得知，只要再有一个李家的孩子，就能破除这个血光之灾后，李温对我的态度又恢复到了从前。他知道我可能很难再有孩子，便决定让我知难而退。他明明自己年老色衰，皱纹丛生，
居然还在外貌上攻击我。他想让我知道，他儿子可以再遇到更加年轻漂亮的女孩。我结婚前烫到发梢的灰棕色还没有全部剪掉，李温就一边摸着他的几根黑毛，一边冲我说：“你的发梢像枯草一样，还不如我乌发明亮的健康。”看完我的头发，又用他那对绿豆眼来盯着我的眼睛。林一呀，你这眼睛还不如我妈那个70、80岁的老太太明亮有神呢。我也不是吃素的，狠狠朝他翻了个白眼。嘴咸就去马桶里漱口。你如果不丑的话，看起来还挺漂亮的。林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好像很难再有孩子了吧？我们李家不养闲人。李温朝我翻了个白眼，鼻孔里轻蔑地哼了一声。所以李嘉年婚内出轨，你也是默认的吗？我甩出那张李嘉年扶着小三去妇产科检查的照片给李温看，没想到李温丝毫不慌，反而给我扔出了一条表彰李嘉年的新闻。我人傻了。男子李某在路上遇到孕妇小红求助，主动驱车送她去医院，并陪伴做完所有检查才放心离开。虽然说助人为乐是好事，但这个李嘉年还真是个伪君子，在外头遇到孕妇求助也愿意伸出援手。我这个准媳妇要他陪我一起做产检，还找借口。李温看到我吃瘪，立马得了意。林一，我儿子可是社会好公民，小心我告你诽谤罪。当我把那条表彰李嘉年的信息转发给了沈秀，他先是打出了一连串的问号，接着就是一排的感叹号。只是李嘉年这助人为乐的频率有点高啊。我在某社交平台上搜索到了他的账号，他会隔三差五分享一点自己做好事的记录，例如在天桥上开导轻生女孩小兰，在路灯旁安慰被男友分手哭泣的女孩小绿，在高铁站给没钱买票回家的小紫伸出援手，底下对他清一色好评。他也积攒了50万的人气。他在视频中露脸了，原本他想营造一个好的人设，也跟我无关，只是他的一条播放量500万的视频却让我火了，标题叫妻子在家总挑老妈的刺怎么办。他虽然没有说我的姓名，却在这条视频里颠倒黑白，把李温塑造成一个受气包，而我成了一个泼妇。我妈食物中毒，我妻子居然不让我陪老妈去医院，反而泼了我妈一裙子牛奶。我给妻子切牛排剥虾，她居然吃了一口咸肉柴，把她咬过的扔我妈碗里。我妻子不小心摔倒流产掉了孩子，就记恨我妈，天天咒骂我妈陷害她。然后我看到底下清一色评论几乎都是同情她的，这个毒妇娶进家是你家的不幸啊，同情大哥，同情你妈。这个女人流产了孩子之后得精神疾病了吧？大哥你这么善良，一定受了你妻子很多委屈，这样的女人不离婚留着过年吗？我越翻评论区越觉得气血上涌，可是在我没有拍摄到实际证据之前，我没办法自证清白，反而会让李嘉年的光辉形象深入人心，反而我成了那个被人唾弃的毒妇。我在评论里看到有个骂得最狠的居然是李温，他居然还是他儿子这个号的助理，在下方拼命说一些拉踩我的留言。我是这个博主的妈，我可以证明我儿子说的都是真的。然后又有人跑到他那边留言，这位大哥这么善良，一定是阿姨的教育好，您媳妇真不珍惜这个福气。我现在恨不得道出800辈子的脏话，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啊？网络暴力总是这样，网络上重拳出击，现实中怂的一笔，可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
我立马注册了一个平台账号，私聊这个李哥。我精心包装了一下自己的头像和主页，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在爱情里受过伤害、极度渴望得到温暖的深情少女。我精心编了一条私信发送过去：李大哥，要不是看了您的视频，我在失恋后可能都死800回了。刚发出去没过几分钟，李佳年就把他的微信号推送给了我，还附带一条留言：妹妹别难过，加哥哥的微信，做你的私人心灵导师。当然，这个微信也是他为了工作便利重新注册的。我也退出大号，点开了我的微信小号，通过好友请求后就点开了李佳年的朋友圈。好家伙，这男人居然还在小号里暗戳戳炫富呢，估计和那种拼单打卡拍照的名媛差不多，凑钱买个场景来的。劳力士手表的吊牌还没摘，Gucci 皮带的照片还是在专柜摆拍的，那有安全感的肌肉是穿的肌肉收腹衣。当然，这也是因为我对李佳年本人和他的家境过分了解，并且带着8倍镜看他的照片，才能够一眼看穿他的虚荣。李佳年的微信大号几乎不发朋友圈，没想到在小号是这副面孔呢。我特意在几张最新发出的照片下面评论，没想到李大哥不仅心善，人也长得帅。虽然评论完这些让自己忍不住有点反胃，但为了大的计划不得不先忍着。而我也慢慢在小号营造出我的白富美人设。我借着月色，在一家环境不错的酒店拍了一张手拿红酒杯的照片，故意露出香奈儿的衣服、Gucci 的鞋子、爱马仕的包包、蒂芙尼的钻戒。李佳年会借东西拍照，我还会盗图。PS 我配文：即便深情总被无情伤，可独立坚强的女人也可以自己买衣服、包包和钻戒。没想到我一发出来，李佳年就给我评论了：月月姑娘。没想到我俩的品味还是很相似的。我回复了他一个笑脸之后，他居然得寸进尺来私聊我：月月，你这么好的女孩被人辜负，那人可真是瞎了眼。我内心10000头草泥马奔驰而过，我想鱼儿已经开始上钩了。要是男人都能像李大哥那样贴心就好了，我也不至于遇到渣男。我还配了一张委屈流泪的猫猫表情包，他立马给我发了2个抱抱的表情。我顺便试探他：李大哥，你这么好，你老婆还不懂得珍惜，好男人也容易被辜负啊。没办法，为了获取更多的信任，只能先自己骂自己了。结果这个话题一接上，他居然还真的吐槽起我了：我的妻子要是有你月月一半就好了，月月你多么懂得生活的美好啊。李佳年这狗东西居然仅凭陌生人的一张照片就开始拉踩我，看来还是超能力，有钱能使鬼推磨。我的工资虽然也能月入过万，但跟这些可以消费大量奢侈品的肯定没法比。李大哥的妻子这么霸道，难道你就没想过离婚吗？我尝试试探李佳年的底线。不瞒月月姑娘，我和我妻子上个星期已经离婚了。李佳年还发了一张离婚证的图片给我，他居然为了勾搭妹子，还贩卖起了单身人设。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还有多少鬼胎。这一段日子，我对他的态度时而热情，时而冷淡，让他琢磨不透，但依然保持我朋友圈更新名媛生活的频率。当然，这些都是经过技术合成的，例如晒出一张3个月花掉45万的账单。例如说，我的朋友们都很羡慕我，光凭父辈们的努力就可以过上朋友们无法想象的日子。配图都是蒂芙尼蓝调餐厅、奢侈品专柜台前打印出来的长长小票，
宝格丽大酒店的落地窗景，我新发了一张在成都太古里的不露脸照片，穿着飘逸抹胸碎花裙，长发及腰，拎着一个4-5万的 LV 手提包，风姿绰约。从背影就可以看出填充了不少科技与狠活，而这些动态让李嘉年对我的热情更加上头了。他甚至问我愿不愿意一起遗忘掉一场糟糕的恋情，重新开始。他才观察我营造的这个名媛月月的朋友圈1礼拜，就急着想确立关系。我每次给他发消息的时候，都趁他们母子在客厅的时候，一个人回房间编辑。我突然很想看看李嘉年在回复月月的时候是什么表情，便趁着某天编辑信息的时候，偷偷在门缝里看了一眼，结果屏幕上出现正在输入中的时候，竟然是李温在抱着李嘉年的手机编辑，而李嘉年却在一旁看着。两人的眼中都迸射出对金钱极度渴望的贪婪和欲望。一想到宝贝、亲爱的这些昵称从李温的口里说出来，我就不禁头皮发麻，浑身起了鸡皮疙瘩。看来我要加快进度，不能在这里再跟李家母子多周旋。我便在深夜给李嘉年发了一条信息：李大哥，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不如下周一面基，还有2天时间，我要做些准备。李嘉年很快就同意了。这2天就看到李嘉年在家里骚里骚气，我无意间看到了他的购物账号，里面买了1000多块钱的高仿奢侈品，难怪经过 PS 加持还能有几分人样。而这个计划中，我找的那个神婆还能1人2用。其实神婆本身是个30多岁的女子，保养得不错，她的化妆技术也是十分高超。上次她见李温的时候，让她化妆成了一个60、70岁的老太太，显得阅历更深，更容易骗到李温。而这次她需要扮作一个更年轻的女子与李嘉年进行约会，也不枉费我精心打造出的名媛月月的人设。我早就把我小号和李嘉年的聊天记录导出给了神婆，让她做好功课。神婆也不负我所望，居然真的打扮成了成都太古里那张照片上的模样，抹胸碎花的长裙，细密白皙的皮肤，披肩的长发，浑然天成的腰臀比，仿佛是那个背影复刻下来的。1个字：绝。而我就藏在暗处，偷偷打开了摄像头。这神婆也不负我所望，居然直接在大街上跟李嘉年牵起了手，就像一对热恋中的爱侣一样。神婆穿上高跟鞋，至少有1.73米，李嘉年1.65米的身高，165斤的体重，走在他身边，就像一个臃肿的方块。不过这硬伤的身高也不能怪李嘉年，毕竟李温才1.50米，我也有1.70米，每次都不得不俯视李温，所以他看我也很不爽，从一开始就妄图在无理取闹上压我一头。神婆瞥到了暗处的我，用眼神示意我去旁边一条巷子里。我会意，扛着摄像机就先到指定地点埋伏好。神婆便带着李嘉年散步到了巷子里，借着给他整理领带的契机，给我留下了几张借未稳的照片。李嘉年的手还刚好揽在他的腰上，这个姿势已经十分暧昧了。但神婆知道，最核心的一步是要让李嘉年带他去家里，营造出在卧室翻云覆雨过后的痕迹。而这一步，我只需要静静观看玩偶里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就好。我听到神婆特意装出一副娇羞的模样，缩在李嘉年的怀中，问了他一句：“李大哥，你家没人吧？”其实李温在旁边的房间准备听声音的，不过李嘉年只告诉神婆，只有他一个人在家。这也是神婆后来告诉我，
出门前看到隔壁虚掩房门中有一个穿粉裙子的老女人，那肯定是李温无疑了。李嘉年对着神婆的美貌十分上头，便一把抱起她往卧室走去。不过神婆到了房间后，先制止了他进一步的举动，而是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2杯酒。当然，在李嘉年的那杯里下了迷药，毕竟色令智昏。李嘉年端起杯子就把装有迷药的水一饮而尽，不出3秒，李嘉年就晕过去了。我在摄像头里看到神婆将李嘉年放倒在了床上，将他的衣服扒光，只留了一条底裤，然后就把床单弄出很多褶皱，在李嘉年的身旁撒上了一些带色的液体，伪造成案发现场。当然，他故意露出一个衣衫不整的背影，趴在李嘉年的上方，借位给我截图了好几张照片。为了使效果更加逼真，他甚至带了录音播放起来。20分钟过后，他就整理好自己的衣裙，背上小包，扬长而去。而我也在摄像头里看到李温在他走后，轻轻推开门，看到了房间凌乱场景时候的欣喜。他唇角上扬的弧度在摄像头里被拍得一清二楚。这时候，李嘉年也醒过来了，药效过后，他的眼神还有一些呆滞迷茫，但李温的话很快让他清醒了。儿子啊，你可能很快就要有儿子了，等那个女人怀上，你就跟林一离婚。儿子，你赶紧起来，让妈妈把这现场收拾好，别等林依依会回来抓住把柄。娶了林一真是倒霉，留了一个居然难再有了，真是想让咱们老李家绝后。我的摄像头有说话的语音功能，我偷偷打开了这个设置，往里面悠悠说了一句：李温，李嘉年，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这犹如鬼魂般的说话声，瞬间把李温吓傻了。我听到他啊的尖叫一声，急忙拉过李嘉年的手确认：儿子，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那个玩偶被我藏在橱柜里，他们自然想不到，更何况做贼心虚，哪能那么理智？收集好证据后，我立马在李嘉年和李温诽谤我的平台开设了一个账号。我先更新了一个没实际证据，痛骂李温和李嘉年的视频，还压了他们2个人。果然，视频一经发出，立马引起了轩然大波。当然，李嘉年塑造的好人形象深入人心，网上几乎清一色全是骂我的。你是个什么傻 X 玩意儿，也来李哥这边蹭热度？你想钱想疯了吧？注册新账号，内容全靠编，积点口德吧，小心生儿子没屁眼。李嘉年账号的那几个视频，好几个月才50万粉丝，结果我这诽谤他的视频刚发出来，就70万粉丝了。果不出我所料，我的账号很快收到了李嘉年的律师函，他还发私信叫我赶紧删除视频，否则让我吃不了兜着走。我没理他，趁着热度疯狂上涨的时候，发了自己和李嘉年未离婚的证明，以及李嘉年和月月聊天时说自己已单身的记录。当然，最劲爆的还是巷子吻和滚床单照片。李嘉年这时也算一个小网红了，我的照片和证据一经上传，立马涨粉100万。随着热度不断飙升，那些原本正义的网民也开始两极反转了，这也太劲爆了！没想到这个李嘉年私底下是这种人，渣男啊！原本以为博主是蹭热度的营销号，结果真锤呀！真的是我瞎了眼了，我有罪，保护了恶人，伤害了无辜的人，我真该死啊！李嘉年慌了，赶紧给我发信息要和我私了。这时候他自然联系不上月月了，我也早就买上车票回到了我的娘家。
并且让沈宇把帮我拟定好的离婚协议书给李嘉年寄了过去。我私信李嘉年，签好离婚协议，净身出户，我就可以再考虑。李嘉年同意了。沈宇也把房子车子的材料帮我做好，划归到了我的名下。可虽然我在物质上得到了一些补偿，精神上还没完呢。我给李嘉年发了一句，李温跟我聊天的热情可真的积极，我以前在你家的时候连1/10都没享受过呢。我可以猜测这对极品母子在看到我这句话时候的震惊与恐慌。我还时不时等他们在房间的时候，让我那藏着摄像头的娃娃说2句话，当然是经过了变声器的处理，略微显得有些低沉阴森了些。李温似乎被我吓得有些精神失常，甚至请了个驱鬼大师来房间里做法，直到驱鬼大师让他把房间里的东西全部烧光，我才在火光中看到了那个玩偶的殒命。我离婚之后，就把很多精力花在了我的工作上，不再因为这些烂人烂事内耗，很快就从职场底层打工人晋升到了苏南区主管经理。听说李温在我走了之后，一直对李嘉年说他能帮他找到一个更好的，结果后来听说来了一个骗婚的，把他家仅剩的那点财产席卷而空。关键那个女的一开始在李嘉年家的时候就见不惯李温和李嘉年的做派，天天在家里和他们吵得鸡飞狗跳。李温一向在他儿子那里被当成宝，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果然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那个把他们家的钱席卷一空的女人，还挑唆李嘉年挪用公司里的公账，满足他的高消费。也不知他下了什么迷魂药，李嘉年信了，还做了法外狂徒。李温也为这事得了精神衰弱，估计后半辈子也只能和他那丢了工作，还得有牢狱之灾的儿子相依为命了。而这些都跟我没关系了。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准婆婆怀孕了，还说长嫂如母，这个孩子得我出钱养，气得我大闹一场，直接分手。结果他家把孩子打了，然后道德绑架我。我妈因为你都把孩子打了，你工资上交怎么了？我妈因为你都把孩子打了，说你2句怎么了？甚至到处宣扬我恶毒，坏我名声，毁我事业。重来一世，我不再犯傻，生，一定得生，爱谁谁。反正这个火坑我先爬出去了。儿子，妈怀孕了，你也知道爸妈都没有退休金，长兄如父，长嫂如母，这孩子生下来得你出钱养。男友陆明满口答应，妈，你只管生，我来养。听着噩梦般的对话，我睁开眼，发现自己重生了。上一世陈兰怀孕，我在卧室听到后气得牙痒痒。我表弟考上大学，我奖励了他5000块钱。陆明知道了，跟我好一顿吵，说我伏地魔，以后肯定会扣小家，贴补娘家。结果他这里养妹妹就是天经地义了，气得我当场就冲出去大吵一架，坚决不同意陈兰生孩子。陆明威胁我说，要么分手，要么养孩子。上一世我也不傻，他工资还完，房贷就没多少了，家用都得我出，哪有钱养孩子？还不是想靠我，更何况婚房还没我名呢。气得当场分手。没想到陈兰竟然把孩子打了，陆明又来跟我赔礼道歉，当众下跪。我一想，主要矛盾没了，就在朋友的怂恿下答应了。结果没想到噩梦才刚刚开始，道德绑架这个词被他们用得明明白白，动不动就我妈为了你都把孩子打了，说你2句怎么了？我妈为了你都把孩子打了，让你买点营养品怎么了？
我妈为了你都把孩子打了，使唤你2下怎么了？我一反驳，他们就全小区宣扬我恶毒，败坏我名声，甚至闹到单位，说我厉害，不许婆婆生2胎，害得我风评很差，晋升无望。我的人生就像被一团臭气笼罩，暗无天日，看不到希望。直到后来被我无意中听到，陈兰当年堕胎跟我根本没关系，是陆明分手后相亲。别人一听他妈肚子里还有一个，连面都不愿意见他。他妈被逼无奈，这才去堕的胎。结果他们却把这一切怪在我头上，道德绑架了我，毁了我一辈子。想起这些事，我就气得一阵心绞痛，不自觉流下了眼泪。这一世我不再犯傻了，不能给他们道德绑架我的机会。我起身出了卧室，阿姨怀孕了，是准备生下来。陆明神色有些慌张，陈兰倒是一脸平静，甚至悄悄翻了个白眼。她老神在在地坐在我出钱买的沙发上。对，我儿子说了，他养。我心里冷笑，从恋爱时开销也倒不要彩礼，我通情达理，步步忍让，结果到了他们眼里成了倒贴。他们就是笃定了婚期在即，我不会离开陆明。我装作善解人意的样子，他是长子，有这个责任。对了，阿姨，你这超高龄产妇可得小心养着。这样吧，我去给你买点营养品。听我这么倒贴，陈兰脸上更是不屑。陆明有些疑惑地看着我，最后说：“那你快去快回，我妈现在需要人照顾呢。”呵呵，照顾你奶奶个腿，需要人？你不是人吗？你不能照顾吗？我嘴上应着知道了，抓着包飞快地离开了婚房。我怕再待下去就会忍不住吐出来。出了小区，我先找了卖燕窝的朋友，买了2000的货，拜托他开了4000的发票，然后找了个跑腿，多付了几百，拜托他演场戏。上一世复合后，陆明就说他妈因为我堕胎了，身子虚，让我找朋友买燕窝给陈兰吃。我那时候脑子没转过来，傻乎乎的又搭人情又搭钱的买了燕窝。结果陈兰怀疑我朋友以次充好，跑去他店里大闹一通，害得我丢尽了脸面。安排好这些，我就回了家。一进屋看到妈妈就哭得不能自已，给我妈吓了一跳。怎么了？这是不是他们家欺负你了？我爸妈都是老师，最讲究脸面的。上一世我被泼脏水，多少人在背地里编排我爸妈伪善，教养出个恶毒心肠的女儿，气得我爸心梗发作，我妈神经衰弱。我说：“妈，婚事暂停，我有事跟你说。”然后把陈兰怀孕以及我想迂回分手的方法都说了。我妈看着我久久不语，最后她深叹一口气：“3人成虎，人言可畏。明明我闺女才是受害者，却不能明明白白的直接分手，这世道舆论害人呐。”正说话时，跑腿给我发信息说搞定了。我一打开婚房的业主群，就看到里面热闹极了。3号楼那个，我记得是婚房啊，确定不是小2口怀孕，是老的怀孕，这还有假人？跑腿小哥找不到道，哥那问半天了，就是3号楼姓陆那家，婆婆姓陈，准儿媳花了好几千，特别买燕窝给怀孕的婆婆补身子的。一时间群里讨论开了，有说我孝顺的，有说我傻的，还有说陈兰老蚌生珠了不起的，甚至有开颜色玩笑的。不得不说，吃瓜群众的力量强大，足足讨论了几百条。当然，他们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就一如前世陈兰泼我脏水的时候，最后陆明说了一句：“这是我家私事，谁在讨论我报警了。”有人对他：“我们又不是造谣，难道你妈没怀孕吗？”我笑了，一模一样。当初也有人对我：“
难道你没说不让他生孩子吗？陆明气急败坏地给我打电话，你怎么回事？买个燕窝闹得人尽皆知，全小区都在看我们笑话。呵，原来你也知道你妈怀孕是个笑话。我立马拔高了声音骂他，你有毛病吗？这事能怪我吗？合着我好心好意花4000块钱给你妈买燕窝，还买错了呗。陆明那边立刻就萎了，媳妇，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没等他说完，我冷哼一声就挂了电话。你好声好气跟他说话，他不拿你当回事，非得骂2句他才知道夹起尾巴做人，真是贱蹄子。打开微信，把燕窝发票拍了发过去，好心当做驴肝肺，你要有点脸，就把燕窝钱还我。没过多久，陆明不出所料的给我转了4000。这么些年，我是看出来了，他真是又抠又讲究，就怕别人说他抠。以往我都小心的照顾他那颗敏感的心，现在，呵呵，陆明给我发消息，我错了。不该对你发脾气，不过钱也给你了，你去业主群里解释一下吧，毕竟现在面子不好看。呵呵，现在就嫌面子不好看了？不，这才刚刚只是我计划的开始。不过我还是去业主群发了消息，燕窝是我自愿买给男友妈妈的，大家不要再说了，毕竟老人身体健康才是小辈的福气嘛。这么好的树立受害者形象的机会，我怎么会放过呢？发出去后，群里的讨论声少了很多，毕竟当事人在里面看着呢。但是私下呢，不出所料，有几个人加我都一一通过。点开他们朋友圈，多是宝妈，全都委婉地劝我把婚事再考虑考虑。恋爱是2个人的事，婚姻却是2个家庭的事。还说有时候婆媳关系至关重要，我不禁有些感动。果然 Girl Shop Girls， 陆明又打来电话，你什么时候过来？这都快晚饭点了。我心里冷笑，今天要不是新家具入屋，我也不会过去。陈兰嚷嚷着新婚得用新家具，却不掏1分钱。我没跟她计较，掏钱换了几样。一是原来的家具的确破破烂烂，也难看得很；二是想着反正以后都是我用，现在真是后悔掏这钱。家具都送到了，我还过去干嘛？你们自己吃吧，不用等我。陆明有些抱怨，不是，媳妇，我妈做的饭没你做的好吃，我吃不下。我直接气笑了，这他妈等着我做饭呢。以前陆明总吃外卖，我心疼他，空闲的时候就给他露2手补充营养。现在他也配？我张开嘴就是一顿输出。陆明，你还是不是人了？你妈怀着孩子呢，你好意思让她做饭吗？再说你妈的饭你都吃20-30年了，现在大了开始嫌弃你妈的饭不好吃了，有你这么做儿子的吗？道德绑架吗？谁不会呀？陆明那头都傻了。不是，我没嫌弃。那我不是不会做饭吗？不会就去学，谁天生就会的？今天不会就点孕妇营养餐。你妈养你这么大，你不会这么点钱都不愿意花吧？陆明还不死心，媳妇，我就是想吃你做的饭了，那你想着吧。话说完，啪的我就挂了电话。不得不说，随心所欲对人的感觉太爽了。晚上陈兰就阴阳怪气地发了个朋友圈，3菜1汤，一看就是她自己做的，怀着小的，照顾大的，还好我大儿子爱吃。呵，我就知道陈兰舍不得他儿子花钱点营养餐。陆明这个自私妈宝男也不会自己下厨，什么心疼他妈，不过是道德绑架妻子的话术罢了。垃圾！陆明他爸评论：怎么你做饭呢？小宋呢？陈兰回复：使唤不动，白眼。JPG 啧，可惜微信不能给单独评论点赞，否则我非给这一句点赞不可。
只能给陈兰的朋友圈点个赞，表示已阅。不仅如此，我也发了个朋友圈，把陈兰怀孕以及我买燕窝的事大肆宣扬了一下，好好营造个缺心眼的傻姑娘人设，还交代了我爸妈在单位吐苦水。以往我们总认为家丑不可外扬，那些糟心事从不往外说，以至于陆明泼我脏水的时候先入为主，害得我们百口莫辩。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提着饭店打包好的营养餐到了婚房，坐在楼下长椅上抹眼泪。没过一会儿，早起买菜锻炼的热心大姨们就围了过来。大闺女，怎么了？这是……我抹眼泪，可怜巴巴。我男友妈妈怀孕了，我好心买了些燕窝给她，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业主群里都在讨论这事。男友跟我一顿好吵，说我丢他人了。哟，那傻闺女是你，不是我说。你这男朋友家挺不是东西的。大闺女，你图他家啥？不得不说，大姨们的共情能力就是强，几句话就开始义愤填膺，脑补大戏。我继续委屈巴巴，我能图他什么？他房子没我名，工资也就够还房贷的，彩礼也没有。我还贴钱给他买家具，就图他对我好，好好过日子。大姨看我的眼神已经从同情变成了恨铁不成钢。傻闺女，大姨过来人，你这不值当的。又说了几句，我提着营养餐垂头丧气地走了。单单一个业主群怎么够呢？我得借助大姨的力量，让陆家的所作所为扩散开来。一连好几天，我都到婚房楼下溜一圈，再提着营养餐回家跟爸妈吃。果然没几天，陆明气急败坏地给我打电话：“你是不是说什么了？”我妈说她出门买菜的时候老有人对她指指点点的，还说什么连彩礼都没有，算计人家小姑娘。我也不甘示弱：“你有毛病吧？没彩礼这事不是你妈到处嚷嚷的吗？现在怪到我头上来了。我跟陆明自由恋爱，而我又是家中独女，从不缺吃少穿，对金钱看得淡。所以当陆明哭诉他父母不容易，没钱给不起彩礼的时候，我想着他一个外地人在这掏空积蓄买房，的确不容易，就同意了。结果我的通情达理到他妈嘴里成了倒贴，不要钱，儿子有本事，在他家亲戚面前好一顿嘲讽我。他妈不是爱宣传吗？我就帮他好好宣传宣传。我冲他凶道：“再说了，有一句错的吗？你给彩礼了。”陆明气急败坏：“好，我就知道你家就是卖女儿，贪图钱，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听得我都要笑死了。明明他家才是视钱如命的，还有脸说别人是有本事你就把彩礼补上。陆明听我这么一说，堵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后来陆明再找我，10口不提彩礼的事，他不提，我提，不管他说什么，我都说不彩礼。不用猜，我都知道那头他的表情一定很难看。念叨了一阵子，陆明真的给我转了4万，估计他心都在滴血。陈兰贼心不死，又催陆明把我喊过去照顾他，这我能顺他的意。到了地方一看，陈兰歪在沙发上看着电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快临盆了呢。面前的果盘里只有橘子，明明有垃圾桶，皮还扔得一地都是，这脏乱差，看得我脑仁直突突。我有点轻微洁癖，上一世陈兰在前面糟蹋屋子，我黑着脸跟着屁股后面收拾，然后陈兰就去找陆明告状，说我瞧不起他，给他甩脸色看。陆明又跟我一顿好吵，但他也知道他妈拉他理亏，就道德绑架。我妈因为你都把孩子打了，你让他怎么了？句句因为我，气得我脑仁都疼。后来我知道陆明指望不上，死心了，就撕破脸跟陈兰吵架。
陈兰指着我的鼻子让我滚，说这是他儿子的房子，跟我没半毛钱关系，气得我大闹一场要离婚。结果陆明又是各种求各种哄，我那时候以为他是爱我的，劝自己只要2个人过好日子就行，对陈兰忍了又忍，后来才知道不过是因为我是独女，他想吃绝户罢了。再加上我已经因为我妈为了你都把孩子打了给拿捏住了，陆明才不放手的。呵，这辈子我可不能再犯傻。我立刻大呼小叫起来，呀，阿姨，你这怀着孕呢，怎么能吃橘子呢？等我来给你买点进口水果。陈兰一听，本来拉着的脸笑了起来。我打开美团搜附近的高档水果店，刷刷刷点了300多。付款的时候选了陆明的亲密付。有次好友聚餐，讨论起恋爱开支时，知道了我跟陆明一直恋，他们好一顿嘲笑陆明，大概是虚荣心作祟。陆明当场给我开通了5000的亲密付，尽管我一次也没用过，余额不足，付款失败。我他妈的直接气笑了，不愧是陆明抠搜男，竟然偷偷改了额度。我不死心，删了些水果，200多，付款失败，又删；100多，付款失败，又删；90多，付款成功。可想而知，亲密付额度只有100。我这气的恨不得给陆明竖个大拇指，绝！又想要好名声，又不想花钱，啥好事都占了。正吃着水果呢，陆明信息也发来了，媳妇，你是不是用亲密付了？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怕别是盗刷之类的。呵呵，向来说我没别的意思，我不在意的人，偏偏就是有。我把陈兰吃水果的样子拍给他，对，给阿姨买了点水果。怎么了？陆明那边正在输入了好一阵子，估计是想问怎么不花我自己的钱。媳妇，你是不是钱不够了？钱不够跟我说。以往这时候我都会说不用，够。虽然我工资只有7、8千，但我物欲低，开销小，而且我父母还会补贴我。今天我飞快地回复他，这不给婚房买家具了吗？是没钱了，你先给我打2万吧。陆明那边沉默了好长时间，最后赚了2000过来，2万变2000，直接打骨折。他又哭诉自己房贷高，压力大，还假惺惺的让我找我爸妈借，说他会帮忙还。呵，你也知道你房贷高，没钱你还想给你妈养孩子，不就是指着我吗？不就是看我独女，指着我爸妈吗？典型的你嫁了我，你全家都是我的。我没理他，歪在沙发上玩起了手机，大概是今天吃到了甜头。陈兰态度还行，小宋啊，你看这都快4点了，那菜还没买呢。言下之意就是让我去买菜做饭呗。上一世撕破脸之前我脸皮薄，听懂这种暗示之后就去照做了。现在我收了手机，拎了包，在陈兰以为我要去买菜的时候说，哦，我还有事，就不用留饭了，阿姨，拜拜。陈兰那脸别提多难看了。小区里人不少，有大姨看到我说，哎，你不是3号楼那个？我当即扬起傻呵呵的笑，对，这不准婆婆怀孕了吗？男朋友让我来照顾照顾他妈。大姨的表情顿时一言难尽，有鄙夷，有气愤，有同情，还有恨铁不成钢。今天又添一道八卦，真是完美。晚上陈兰大概知道了水果是花陆明钱买的，朋友圈里又是一顿阴阳怪气，花别人的钱做人情，有些人真是好意思。我赶紧点了个赞，气死他。事情到这一步陷入了僵局，无论我怎么气人，陆明就是不提分手。毕竟我是他能接触到的女孩子中条件最好的。直到公司宣布要开海外业务，需要一拨人去，
我二话不说找了上司王姐申请。王姐惊讶地看着我：“你不是快结婚了吗？这海外一去可就是1-2年。”我知道，我笑嘻嘻地看着王姐。我这不准备跟姐大干一场，闯一番事业吗？王姐是一位大龄单身女强人，这次去海外分公司干了一波业绩后，直接升级副总。上一世在听说了我的八卦后，她没有选择道听途说，而是找我聊了很多，开导我，也诉说了她作为大龄未婚人士，也曾遇到一些流言蜚语。这个世道有个叫名声的东西，你可以不在意它，但一旦在意，你会发现他对女性尤为苛刻。不抽烟不喝酒就可以叫好男人，而不抽血不喝酒的女人却不算好女人。只冲一次奶粉哄一次睡就叫好爸爸，而只冲一次奶粉哄一次睡的却是坏妈妈。不嫖娼不家暴的就叫好老公，不嫖娼不家暴，收拾家务挣钱养家孝顺长辈等等的女人才是好老婆。上一世我原来也打算申请的，却因为路名放弃了。每当看到王姐朋友圈里那副为自己热爱的事业拼搏的样子，心里都遗憾死了。那行，我带着你。王姐同意了。很快公司的外派名单下来，我高兴地拍了照发了朋友圈。陆明追到公司指责我：“你什么意思？我们快结婚了，你突然要去海外？刚结婚你就让我当和尚吗？”呵，听听这都是什么狗屁言论，多听一句我都要吐。我的职业发展还没他的那方面需求重要，我追求职业发展不行吗？又不是阴阳两隔。陆明跟我吵啊吵，说不出什么好理由，翻来覆去地说我不允许，笑死我了。他当他是谁？一句不允许就把我腿绑住了吗？我多赚点钱不好吗？就你那点工资，我再不多赚点，喝西北风吗？陆明脸色发青，他最恨别人提钱了。你要是去，我们就分手。老天，我终于等来这句话了。我装作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行，这可是你说的，有本事你就发朋友圈告诉所有人，别到时候又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求复合。陆明被我激得眼睛通红，当场发了个朋友圈，还把理由写出来了，把我描述成一个不负责、没担当的人。我心里笑得牙花子都要露出来了，截图留证，顺势也发了朋友圈。陈兰知道我们分手后，追着我要4万彩礼钱，微信给我发：“小姑娘家家的要点脸，别搞骗婚这一套，为了4万块连名声都不要了。”我真是笑疯了。陆明这个抠搜男自己舍不得4万块，把他妈拉出来当枪使，否则钱是他私下给我的。陈兰怎么知道？我把婚房家具的发票拍给他：“陈女士，新家具总共4万2，你这还欠我2000呢。”陈兰急了，给我发语音说：“家具是你自己要买的，我可没让你买，你这是自愿的，凭什么找我家要钱？”呵呵，牛了牛了，别人给他家掏钱就是自愿，他家给别人掏钱就是诈骗。我工作忙，懒得理他。哦，那你报警吧。隔了1天，陈兰又拉了个清单找我，上面有近期的亲密付账单和4000燕窝钱。我真是头都要笑掉了。他家所作所为可真是不出所料啊。至于为什么只有近期的，大概是因为之前一直吧。陈女士，这钱可都是花在你身上了，你好意思？你说花我身上就花了？我儿子说这钱你用了，你这属于偷盗诈骗，一共8000多，不还钱就让你坐牢。不来一次硬核的，我看他是不死心。那你快报警吧，我等着。下午真有2个警察到公司找我，王姐说她是领导，非要陪我一起去警局。到了地方，
陈兰就摆了弱者的姿态，抹着眼泪哭诉我骗婚骗钱，惹得女警一个劲地安慰她。陈兰惯会使装可怜这招，上一世一吵架，她就出门嚷嚷抹黑我，让围观的人指责我。嘿嘿，谁让我这一次也是有备而来呢？我打开包，开始往外掏文件，这是家具发票复印件，这是高档水果和营养品订单复印件，这是陈女士吃水果的照片，这是陆明知情的聊天截图。我掏一件，女警的脸就黑一点，哈哈，被人当傻子的滋味不好受吧？陈兰一看这招不好使了，开始撒泼。你胡说，家具是你自己买了往新房送的，你那是赠送，凭什么要钱？呵呵，听听，这都什么不要脸的说辞？王姐听不下去了，她自己没房子吗？凭什么要送你家具？陈兰翻了个白眼，谁知道，兴许是你看我儿子帅拼命倒贴。我拉着王姐不让他再吵，跟这种撒泼的人没什么好吵的，你根本不可能用正常的逻辑来吵赢，纯粹只能气到自己。转向警察询问，警察同志，你看我这些证据能不能证明清白？警察已经明白了原委，自然不会难为我。是的，陈兰一听不乐意了。警察同志，你不能这么放过他呀，他这骗钱啊，他骗我儿子那么多钱怎么办？警察板着脸，他这不属于诈骗行为。陈兰做事就要撒泼打滚，我乐滋滋地给他出主意，你要不服气，你去告我呀。气得陈兰脸色铁青，咬牙切齿，恨不得扑上来打我。我知道陈兰并不会告我，上法院的话得陆明出席。陆明这个小人可拉不下脸。回了公司以后，王姐跟同事好一顿八卦，把舆论都引到偏向我的这一方。很快我就踏上了出国的飞机，跟陆明一家子说拜拜。没多久，陆明突然在微信上对我嘘寒问暖，我心里纳闷，就找闺蜜打听了一下，原来陆明去相亲，跟上一世一样。别人一听说他妈肚子里还有一个，压根就不见他。呵呵，现在想起我的好来了，晚了，我才不理他，直接拉黑。垃圾男人，影响搞钱。又过了2-3个月假期回国，我正跟闺蜜逛街呢，忽然被陆明堵到。他一身西装，人模狗样，带着5-6个共同好友。媳妇，陆明手捧玫瑰花，深情款款。我看着那花，只觉得格外讽刺。以前大节小节情人节，什么礼物都没有不说，陆明还嘲讽手捧玫瑰花的情侣。噗，我说，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官，恶不恶心？媳妇，你可不能学他们这么没品。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装作懵懂，不点破他抠搜的事实。现在求人了，知道买花了。他把花递到我面前，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媳妇，对不起，之前是我猪油蒙了心，分手后我才知道你对我的好，我爱你，希望你能重新给我一次机会。围观的除了好友，渐渐还有一些看热闹的路人，他们起哄，答应他，答应他。人都拉下脸了，还不快答应？浪子回头金不换啊，不答应他得多丢脸啊。这女的不会要害他丢脸吧？他妈的，是他自己做的事丢脸。什么叫我害的？好感人啊，是我就同意了。矜持过头就装了。我一把把人群中说这话的姑娘给拉了出来。你不是要答应吗？那你快答应吧，他妈2胎马上就要生了，着急等个儿媳妇去伺候月子呢。那姑娘听我一说，脸刷一下就变了，呸了陆明一口，又对我翻个白眼，然后骂骂咧咧地走了。神经病！围观人声音一下小了，但还围着看热闹。陆明也急了，直接单膝跪下。媳妇，你要是不想让我妈生2胎，
我回去让他打了。我一听，这话头大了，可别辛苦一遭，又回原点了。陆明，你还有没有点良心？你妈说了，她这辈子就想要个二胎，怎么？你是怕多个弟弟妹妹跟你争遗产？陆明慌忙想辩解，我没，大概想说他家也没遗产可言。我马上打断，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爸妈把你养这么大，又供你读书买房，你怎么狠得下心这么对你妈？我真的很失望。道德绑架吗？秃吗？谁不会？围观的路人开始站在道德高地，对陆明指指点点。没良心，白眼狼白养了。陆明脸色发青，却还是调整了思路对我说：媳妇，我爸妈也很喜欢你，他们都很想你，你忍心让他们失望吗？这求复合说法真是气笑我了。道德绑架这一套可真是被陆明玩出花了。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闺蜜一把扯到身后，她还对着人群中的某男破口大骂：姓刘的你行，竟然骗我把小宋带来，他妈的，之前姓陆的一家子怎么作践小宋的，你们不知道，现在下家找不到了，知道回来求复合了，也不撒泡尿照照。要不是校园恋情，小宋这家境能看上你这凤凰男？恶心吐了！就你家那所作所为，活该一辈子打光棍。谁嫁你家才是瞎了眼！闺蜜骂上头了，气得眼都红了，一把抢过陆明手里的玫瑰花，狠狠摔在地上。我呸！恶心恶心恶心！共同好友里有2个女生，她们走出来，鄙夷地看了陆明一眼，拉着我和闺蜜走了。陆明还想追，被另一个男性朋友拦住了。我不禁有些感慨，家丑有时候外扬一下，好心人是会拉扯一把的，而不是像前世那样不知内情的朋友们被陆明蒙蔽，起哄劝我复合。闺蜜红着眼向我道歉，我如果知道陆明在，绝不会把你往这边领的，你可一定要看清了，不能再跳火坑了。我笑着应下了。假期很快过完，我又回到海外分公司，忙碌的日子使人充实，银行卡的余额数字使人心安。许久后，我从闺蜜那听到消息，说陆明后来又跟他妈好一阵闹。奇怪的是，陈兰没有像上一世那样把孩子打了。我疑惑之下找了当初加的同小区宝妈的微信，问了2句，她说陈兰被闹得也想打来着，结果肚子大了，有胎动了，一下母爱泛滥上来，说什么都要生下来。再后来我回国过节，听说陈兰生了个儿子，却因为高龄加难产，孩子并不怎么健康。我拎着果篮往婚房去，不管怎么说，小婴儿是无辜的。结果刚到小区楼下，就看到陆明和他爸妈吵得不可开，里3层外3层围满了人。陆明脸红脖子粗，气得怒吼：那是我婚房啊，你卖了让我怎么办？陈兰抱着个襁褓在那抹眼泪，不卖房哪来的钱给你弟弟治病？难道你要眼睁睁看他死吗？老天爷呀，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一直毫无存在感的陆爸指着陆明的鼻子骂：老子卖个房要你指手画脚的。卖你房了？这房是你名吗？陆明青筋直爆，满脸通红，气得说不出话来。该，真是活该！当初他家为了防儿媳妇争房，婚房虽然也有陆明的一半出资，可写的却是老2口的名字。他大概做梦都想不到，他妈嘴里的妹妹成了儿子，而孕激素使得母爱无限放大。他妈竟然为了小儿子道德绑架他，那我怎么办？没房我怎么结婚？陆爸气得上来甩他一巴掌：老子养你这么大还不够吗？你想啃一辈子老吗？没房自己挣，上一世有我这个外敌在，
他全家尽往一处使，要多和睦有多和睦。现在外敌没了，有内在冲突的时候，父母子女也反目成仇。我热闹看够了，正准备走，突然被陈兰的一声小宋吓得一个机灵。陆明看到了我，飞快走到我面前：“媳妇，你是来看我的吗？我就知道你还放不下我。”说着，他扑通一声跪下：“媳妇，我错了，我们和好吧。你不是说舍不得离开你爸妈吗？我入赘以后，你爸妈就是我爸妈，孩子跟你姓。”我的天，他不会以为他这番话很感人吧？恶心吐了好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一旁看热闹的人中就有说：“你可放过人家姑娘吧，你这家庭人可高攀不起。”就是人姑娘之前忙前忙后，你家倒好，说分就分。现在房没了，钱没了，想起人家的好来了，晚了。法律都规定小孩随意跟谁的姓，搞得跟妈妈姓是你多吃亏似的。就是，没房没彩礼，可不就是入赘吗？甚至有大姨直接拉着我的手，生怕我点头。闺女，这可不能答应。陆明脸色铁青，愤恨地朝人群吼道：“关你们什么事？都滚！”我心里冷笑，上一世你们陆家用舆论压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那是见一个人拉一个人，非得让人家评评理，骂两句我这个恶毒儿媳妇才行。现在冷刀子插自己身上，知道不好受了。陆明，喜欢你的时候，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现在不喜欢你了，你以为你是什么？我把果篮放到陈兰身边，不管怎么说，孩子是无辜的，更何况他还是你血亲的弟弟。陆明，你失去的只是一套房子，他失去的可是健康的身体。道德绑架吗？谁不会呀？陆明后来又各种围追堵截我，可惜我只待几天又出国了。他还想找我爸妈说情，结果邻居朋友早就知道了我的事，帮着我爸妈把人轰了出去。听朋友说，陆明以死相逼，那婚房就没卖成。但老两口为了卖房，借钱把房贷还了，还许诺了远高于银行的利息。现在陆明除了还借贷的钱，还得给小孩的医药费，因此恨不得打3份工，整个人憔悴邋遢的不行，再没有以前朋友圈里营造的精英人士的模样。有一次还通过朋友发了张照片给我，神色憔悴，满脸油腻，还过劳肥。他朋友还问我心疼吗？我真是一头问号，谁给他的脸？脏了我的眼。我没回复，反手就把这个人也拉黑了。5年后，我向公司申请调回国，王姐一阵挽留后，帮我提了申请，并且推荐升职加薪。有王姐这个副总提要求，更有业绩傍身。我回国后升任经理，快活死了。一天出差路上叫了个专车，车开了许久，司机突然说：“你变化挺大，越来越漂亮了。”我吓了一跳，从后视镜里好一阵辨认，才认出来是陆明。他胡子拉碴，满脸憔悴，毫无生机，完全没了当年的意气风发，跟上一世我被搓磨的样子一模一样。我忽然鼻子一酸，眼泪汪汪，倒不是因为陆明，而且因为自己。人这一辈子太难了，稍微行差一步，后果将万劫不复。上一世我明明也一样的优秀，一样的努力，却被道德绑架，被他家拉入泥潭，毁了一辈子。我抹了抹眼泪，笑了。是啊，而且我会越来越好。我相信，只要努力摆脱泥潭，每位女性都会越来越好。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
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